你知道在老版《三国演义》中有哪些穿帮镜头吗？虽然该部剧已经播出将近30年，但依旧是无数人心中最经典的存在。而我们反复仔细观看时，还会发现很多离谱穿帮镜头，可能是因为演员精彩的表演，让我们错过了这些不起眼的细节。不过没关系，接下来我就为大家逐一揭晓，相信大家看完后一定还会去重温一遍《三国演义》。第一个镜头出自第69集，在姜维结营时，诸葛亮从火堆里逃出升天，但此时狂风大作，于是就吹起了他不羁的衣角，并且还秀出了那白嫩的小腿。唐国强老师被称为奶油小生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第二个镜头出自第5集，在三英战吕布时，18路诸侯为了讨伐董卓而聚集在此，并且还推举袁绍为盟主。当他在演讲时，这个镜头里不仅有人山人海的士兵和将领，但是仔细看的话，会发现右上角和左上角有好几辆面包车，这些车都跑来给袁绍助威了，怪不得董卓有吕布也都会失败呢。第三个镜头出自第21集，官渡之战时，曹营中有一个士兵正拿着一个玉米吃，看似没有一点问题，但其实这个玉米是穿越到三国的，因为在元明时期，玉米才从国外传到了中国，所以袁绍的士兵看着很不爽，于是就用箭把这个士兵给射死了。第四个镜头出自第34集，此时的鲁肃找诸葛亮商讨如何造出10万支箭，但是在他们讨论时，视频左上角突然出现几个穿着花衣服的精神小伙，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上电视了。第5个镜头出自第18集，关羽千里走单骑，而在他到达泗水关时，却遭到了殿喜的暗算，于是两人就扭打在了一起。但是在关羽准备一箭杀掉殿喜时，仔细看视频右侧可以发现一个喷血的道具，并且这里还有一个镜头穿帮，那就是在关羽准备拔剑杀掉殿喜时，而他的剑根本就没有放到剑鞘里面。我们慢放再看一遍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个动作非常的帅。第6个镜头出自第27集，在孙权攻打黄祖时，由于要走水路，所以他们是坐着军舰去的，这时还给了一个船的特写，但是你仔细看的话，就会发现对面还有一栋海景房，他们大概率是去看海景房的吧。第7个镜头出自第20集，此时的孙策正在房中议事，突然听到虞姬道人在外面做法的声音，于是就立马出去看看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养成好习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右边墙上有一个开关，他们出去都没有关灯。第8个镜头出自第84集，由于姜维的计谋败露，并且知道复国无望了，因此以死明志，而这里用的是剑，但细心的人应该发现了，这是一把可以伸缩的剑，就是剑身可以缩到里面的，当然这比风云里步惊云给无名那一剑要好得多。第9个镜头出自第18集，此时雨过天晴，等到镜头拉远时，我们仔细观察视频下方出现了各种现代房屋，而这种房子在三国时期还没发明吧。第10个镜头出自第16集，此时部队正在行军的途中，但是突然刮起了大风，并且还把他们手中的旗杆吹断了，而这时还有一个旗杆掉在地面的特写，但我们仔细看的话，会发现断口处有一根被人踩灭的烟头，1000多年前的过滤嘴，真的太有穿越感了。第11个镜头出自第4集，此时的曹操正想着刺杀董卓，但是却被董卓给发现了，于是就骑马逃出城外，而在逃跑的路上，有一个小孩破了他的秘密，因为曹操身后的天空出现了一根一根的电线。第12个镜头出自第40集，在周瑜拜访刘备时，该片段有一个非常大的穿帮镜头，本来船上应该只有士兵跟将领们，但是他们竟然还带着摄影团队，这应该是周瑜觉得兵力不足吧，于是就请来了摄影大哥帮忙。第13个镜头出自第13集，在吕布战败后，下邳城尸横遍野，但是有一具尸体怕自己的脚会绊倒其他的演员，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脚收起来了，但是不仔细看的话是非常难发现的。第14个镜头，此时的孙权正在观看自己的大好河山，但是这时右下角突然出现的水杯。好了，有趣的镜头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，如果想要证实的赶紧去看看原片，要是还有遗漏的话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